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新闻里天天说美股创新高，可你自己一算收益，怎么像在原地踏步，甚至一追高就被套？这不是你不行，是市场这几年太集中，钱几乎都挤在少数龙头里，很多人买了指数，买了基金，买到的是平均，却没买到真正的上涨。我自己做组合实操最深的体会是，这种高度集中的行情最容易把人训练成2种坏习惯：第一，涨了不敢买，跌了不敢加；第二，看到谁最强就追谁，结果一追就追在情绪最热的位置。所以今天我不讲玄学，也不卖焦虑，我给你一套我自己反复用过的框架。2026年我会重点盯5只 ETF、AVV、DTCR、QQQ、XLF、XLV， 你把它们当成一支球队，有前锋，有中场，有后卫，还有一个特殊兵种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在不同的市场剧本里都不至于被打懵。先把结论放在前面，方便你马上记笔记。一个适合普通人的参考比例是 QQQ 35%，XLF 20%，AVUV 20%，XLV 15%，DTCR 10%。为了让你更好记，我给他们贴5个口令。AVUV 是弹簧， DTCR 是基建， QQQ 是奶牛， XLF 是发动机， XLV 是安全带。你记住这5个口令，后面任何行情你都能自己推演。提醒一句，这是个人经验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。好，先用1分钟讲清楚。2026我只盯3件事。第一，利率可能继续往正常走，更关键的是收益率曲线在修复。翻译成人话，银行赚钱的环境比前2年舒服。第二，市场更像软着陆后的在平衡。过去是7巨头独舞，接下来更可能出现涨得变多，分化更大。这时候选对结构比压一个方向更重要。第三， AI 主线从讲故事走向拼硬件。模型很重要，但更现实的是算力放哪，机房怎么建，电从哪来，谁掌握这些入口，谁更有定价权。这里我给你一句全片最重要的话，你先记下来。普通人长期跑赢不靠预测，靠纪律，纪律的核心就是分批和再平衡。再补一句，很多人说我就买 SPY 标普500躺平，可以，但你要接受一个现实，当市场内部差距很大时，指数给你的往往是平均回报。而我的思路是，核心依然尊重指数，但我会主动把更可能受益的结构调出来，同时用防守和再平衡把回撤压住，这样你更容易拿得住，也更容易复利。先插一句互动，你现在仓位里科技占比大概多少？评论区打个高，超过1半，或者低不到1半。如果你经常涨了不敢买，跌了更不敢加，也可以再打一个字，打怕。我想知道大家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同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主菜，5只 ETF 我会用定位一句话和我为什么这么选来讲。第一只 AVUV， 它在我组合里就是弹簧，负责弹性和超额。很多人一听小盘，第一反应就是风险大，这个担心没错，因为小盘里确实有不少体质差的公司。我早年犯过一个很典型的错，以为小盘便宜就都值得买，结果买到了一堆不赚钱、负债高的企业，行情一变脸，他们先倒，回撤特别难受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小盘要配，但必须带质量。AVUV 的逻辑就是，不只是找便宜，还要筛出那些赚钱能力更强的公司，尽量避开一堆靠融资续命的僵尸企业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同样是小盘 ，AVUV 更像挑能打的，而不是全部打包带走。第二只 DTCR， 你把它理解成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篮子。很多人盯的是芯片、软件、模型，但我实操最大的体会是 AI 最终会卡在硬约束上，电力、机房、散热、网络，这些不是你想扩就能立刻扩的，往往需要多年规划和建设。短期供给跟不上，需求又一直在推，就容易形成长期趋势。所以 DTCR 更像一条长坡厚雪，它不一定每天都刺激，但只要 AI 继续走，基础设施的需求就一直在。我对 DTCR 的策略很清楚，不重仓，不追涨，回调分批拿，当卫星仓，长期跟趋势。主题仓最怕你情绪激动，一激动就容易做错动作。顺便说个很实用的坑，有些数据中心相关 ETF 指数基金更像利率敏感资产，利率一抬头就容易被打。我的做法是，尽量选结构更均衡的篮子，不要把自己绑死在单一类型上。记住这句话，主题能赚趋势的钱，但亏起来也很快，所以仓位要克制。第三只 QQQ， 很多人一听分化就说，那我不买科技了。我的做法相反， QQQ 我一定留核心底仓，但我把它当成奶牛，不是当成赌一把的成长股。
你去看美国最强的那批公司，他们现金流和回购能力很强，越是环境不确定，这种自己能造血的企业越稳。这里给新手一个我见过太多人踩的坑，不要用 VGT 去替代 QQQ， 因为行业分类原因 ，VGT 里可能缺少你最想要的几家新经济巨头，而 QQQ 更像把纳指的核心生态装进去，结构更完整。很多人以为自己买了科技，结果漏掉了关键公司，这个坑一定要避开。第4只 XLF， 它在组合里是发动机，也是对冲工具，收益率曲线一旦更正常，银行的净息差环境就有机会改善。资本市场活跃度变化也会影响投行和资产管理的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当科技波动大时，金融有时能帮你把组合的波动压下来一点，让你更容易拿得住。我一直强调，普通人投资最重要不是你能赚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把正确的仓位拿到最后。第5只 XLV， 它是安全带，也是防守里带进攻。医疗是刚需，经济好也要看病，经济差也要看病。再加上人口老龄化，创新药、医疗器械、保险管理这个板块的底层需求很稳定。最近大家也在讨论减重药物带来的产业变化，但我建议普通人用 XLV 这种大盘医疗来参与，而不是去赌波动更大的小盘生科。普通人的目标不是刺激，是长期拿得住、睡得着。说到这，大家再来一次互动，你更看好2026的银行还是医疗？评论区打银行或医疗。我下期会按留言最多的方向做一集更深的拆解，包括他们在不同利率环境里的表现差别。好，重头戏来了，我们可以怎么买，怎么加仓，怎么再平衡呢？很多人亏钱不是因为选错标的，而是因为进场方式太情绪化，涨了就追，跌了就慌，最后变成了追涨杀跌的自动化机器。我先把普通人最常见的3个坑说出来，你对照一下。第一，满仓压一个方向，比如全压科技、全压 AI， 全压某一只热门股。第二，只看涨跌不看占比，涨了越涨越重，风险越堆越高，自己还不知道。第三，把波动当成风险，其实真正的风险是你扛不住而在最低点卖掉。所以我自己的实操规则只有3条，很朴素，但长期特别有效。第一，分批建仓，永远留子弹。如果你决定做这套组合，不要一天买完，把计划金额分成3份，第1份现在建底仓，第2份等市场出现一段明显回调再加，第3份留给更深的回撤。明显回调怎么理解？你不用盯技术指标，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标准。当你开始觉得不舒服，新闻开始变悲观，身边的人开始说要不要撤，这时候反而更接近该按计划加第2份。第2季度再平衡一次，靠纪律赚钱。我用一个特别好记的触发线，任何一只 ETF 的实际占比偏离目标占比超过5个百分点，我就做调整。举个例子 ，QQQ 目标 35%， 如果涨到 41% 了，我会卖一小部分，把钱补到还没涨或偏低的 XLF、AVUV、XLV 里。反过来，如果某一块跌到目标以下很多，我会按计划慢慢补。再平衡不是预测高低点，它的本质是让你自动做到卖贵的，买便宜的。长期下来，这就是复利。我给你一个真实的例子，很多人一看到某个板块连涨，就会越涨越加，结果仓位越堆越偏。而我做在平衡的时候，动作很小，只卖一点点，把它挪到落后的一边。你当下可能觉得卖早了，但等到下一次回撤来临，你会发现组合明显更稳，你也更敢在下跌时按计划补回去。这就是纪律带来的好处，让你不需要靠情绪做决定。第3，主题仓要当主题，别当信仰。DTCR 这种主题仓波动更大，最容易让你情绪失控，把它控制在 10% 以内，回调加，上涨别追，你会舒服很多。我见过太多人把主题仓当主仓，结果一回撤就扛不住，最后在最低点割掉。那不是市场的问题，是仓位的问题。给上班族一个更简单的执行办法，你不用天天盯盘，每月固定一天，比如每月第1周，你只做一件事，看看5只 ETF 的占比有没有明显偏离，每个季度做一次真正的再平衡，这样你就能把投资变成流程，而不是情绪。再插一句，如果你对任何一条实操规则有问题，请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最后，我们做3种情景推演，让你不慌。第1种情景，经济突然走弱，我的动作是放慢 AVUV 和 XLF 的加仓节奏，让 XLV 占比更接近目标， QQQ 保底仓不乱砍，先活下来，再谈进攻。第2种情景， AI 情绪过热后回调，我的动作是不追高，等回调用预留的第2、第3份资金去补 QQQ 和 DTCR 的长期仓，买在情绪冷的时候，胜率更高。
第三种情景，通胀反复，利率又高。我的动作是让 XLF 和 AVUV 承担更多权重，科技仓位更强调分批与再平衡，避免被高波动拖着走。如果这么做，你会发现我不是在猜未来，而是在提前写剧本。投资最稳的状态就是发生什么，我都知道下一步做什么。好，我们最后用一句话收尾：2026年更像结构性机会的一年，不是你买对一个指数就万事大吉，而是你需要一套能穿越波动的组合纪律。作业留给你，按我给的参考比例，你会怎么改成适合自己的版本？请评论区直接写 QQQ 多少 XLF 多少 AVUV 多少 XLV 多少 DTCR 多少。你也可以加一句你是偏激进还是偏保守，或者你最大担心是什么，比如怕回撤、怕踏空、怕追高。我会挑几位留言做点评，顺便告诉你这种配比在不同市场情景下风险点在哪里，怎么调整更合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至少帮你少踩一个坑，记得点个赞订阅。也建议你把这期先收藏起来，等市场一回调，你拿出来照着分3份和季度再平衡执行，比你临时靠情绪做决定要强很多。最后我再帮你把5个口令复读一遍，方便你录完就能记住。 AVUV 弹簧， XLF 发动机， QQQ 奶牛， XLV 安全带， DTCR 基建卫星。你把这5句话写在便签上，贴在电脑旁边，下一次市场大波动，你就不会被情绪牵着走。好，今天的财富咖啡就到这，我们下期见。